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Google Flutter 的软件工程师李宇谦。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深入聊一聊 Flutter 的高性能图形渲染。那么这里的深入，我指的是我将深入最底层的图形渲染引擎，倒不是说本身今天的内容有多么的深奥。其实我今天会讲一些非常浅显易懂的工具和技巧，帮助大家在实践中开发出高效的 Flutter App。而且今天我要给大家提到的一些性能上的问题和改进办法，都不是我凭空捏造的，他们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那这里自黑一下，写出这些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 Google Flutter 的软件工程师。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到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很正常，请不要难过。希望到结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学会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各位的 Flutter App 中，实现媲美原生的高性能图形渲染。OK， 那我想首先照顾一下还不是很了解什么是 Flutter 的听众，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Flutter 首先它可以跨平台非常快速的开发，只需要写一份代码就可以生成 iOS 和 Android 两套应用，并且可以通过热重载将代码的改动在1秒之内直接推送到实际设备当中。其次，通过将很多灵活小巧的组件组合起来，我们可以实现美观包罗万象的图形界面。最后，也是我今天主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拥有媲美甚至超越原生的高性能图形渲染。OK， 那么可能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跨平台的 Flutter 可以拥有媲美原生性能的应用的性能呢？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在开发者的效率和程序的效率之间做取舍。如果我们要只开发这个一份代码，照顾提升开发者的效率，一般来说我们程序的性能就会受到牺牲。实际上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文章，在比较 React Native、Flutter 还有 Android 的原生 App， 看看我们这个 Flutter 的性能是不是像我们所声明的那么好。那么这里借此机会，我大概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原理，为什么 Flutter 可以媲美原生的性能。首先，我们来看中间这张图。一个 Android 的原生 App 在绘图的时候，首先需要调用 Android 框架的 Java 代码，然后再调用 Skia、C++ 绘图引擎代码，最后生成这个 CPU 或者 GPU 的指令，在设备上完成绘图。而 Flutter 的 App 在绘图的时候，我们首先调用 Flutter 框架的 Dart 代码，然后我们会直接调用 Skia、C++ 的代码。可以看到，这里 Flutter 的框架 Dart 代码完全取代了 Android 的 Java 代码。所以，只要当我们这个 Flutter 框架 Dart 代码的效率可以媲美原生框架的 Java 代码的时候，那么总体的 Flutter App 的性能就可以媲美原生的 App。而反观一般的跨平台框架，比如 React Native， 那它首先要调用这个框架的，比如说 JavaScript 代码，然后它再调用 Android 框架的 Java 代码，然后调用 Skia。这里比原生的 App 严格多出了一个步骤，所以它的这个性能肯定是不及原生的 App。但是在这个 Flutter App 里面并不是这样的。另外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 Android 的原生 App 或者其他的跨平台框架中，它们的 Skia 都是 Android 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只有当 Android 操作系统升级的时候，这里 Skia 才会升级。而对于 Flutter 来说，我们的 Skia 作为是 Flutter SDK 的一部分，只要 Flutter SDK 进行升级，我们的 Skia 就会升级。所以，如果当 Flutter 最近有一些性能上的改进，那么你的Skia 有性能上的改进，那么你 Flutter App 很快就会得到这个性能上的改进。而对于别的这些框架或者原生的 Android 应用，你要等到系统升级。而对于比较老旧的一些 Android 的设备，都可能不太说得好什么时候才可以升级。OK， 那么由此可见 ，Skia 是这个高性能绘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如果大家还不太了解，我再简短介绍一下 Skia。它和 Flutter 一样，也是一个 Google 维护的开源 project。它作为这个图形引擎被广泛应用于 Chrome、Android、Firefox、Sublime、Adobe 等许多其他软件当中。我在加入 Flutter 之前，主要就在 Skia 提升它的抗锯齿的质量和性能。我将它的这个顺滑程度提升了最高16倍，速度最高提升了3倍。那么像这样的性能改进，还有很多都在进行当中。
每天都有几十个更新被提交到 Skia 的代码库中。那有图有真相，这是今年1月份到现在9月份同一场景 Skia 绘制时间的图。我们看到这个绘制时间一直在缓慢的下降，并且在7月份和9月份有2次非常重大的这个性能上的提升。所以 Flutter 可以使用最新的 Skia， 对于性能来说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好，那么至此，希望大家已经大概了解了 Skia 和 Flutter 的关系，以及 Flutter 为什么可以拥有媲美原生的高性能图形渲染。那么在现实当中，难免我们可能会写出一些性能上的问题。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如果我达不到这个你们所说的高性能，那我该怎么办呢？那这里刚刚我说了要自黑，所以我就以一个 Flutter 样例 App 的这个性能问题来给大家举例。GitHub issue 13736，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上这个动图，在这个页面切换的时候，在比较旧的手机上，这个动画非常的不流畅。那么在左边是刚刚于潇给大家提到的 Performance Overlay 这个 tool，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我们渲染一帧要超过100毫秒，远远超出了这个16毫秒60帧的这个流畅的限制。那么，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那我们在 Performance Overlay 上看到有2张图，上面是 GPU Thread， 下面是 UI Thread。所以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是 GPU Thread 比较慢，还是 UI Thread 比较慢？如果是这个下面这张图是 UI Thread 比较慢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参考刚刚于潇同学我的同事于潇所提到的一些工具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这个一般问题出在比较上层的地方。那如果是这个 GPU Thread 的这个速度非常的慢，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深入到最底层的图形引擎里面去找这个问题在哪儿。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 GPU Thread 比较慢，所以我们就我来介绍一些这个关于绘图引擎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讲3点。第一，如何分析 Flutter 应用对于 Skia 的调用。第二，如何捕捉 skPicture 来分析每一条绘图指令。最后，我会带大家看一些常见的容易成为性能瓶颈的 Skia 函数调用。那么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如何用工具来检测 Flutter 对于 Skia 的调用。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在前面于潇同学给大家看的 Flutter ROM Profile 上面加一个小参数就可以了 ，trace Skia。那这里我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哦，大写打开了。好，那么首先我们来运行这个命令 Flutter ROM Profile trace Skia。我们稍等一会儿。做现场演示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平常从来没见过的问题。OK。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Flutter App 这个样例的 App 运行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链接，这个就是刚刚于潇提到的 Observatory 这个瞭望台的链接。我们点它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还是会进入到 Timeline 当中。这边由于我们要调试非常底层的函数调用，所以我们这里要再点这个 All， 把最底层的这个函数的检测全部打开。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操作一下我们的界面。这是我的手机啊。我直接在手机上做操作。那么我们操作以后，它会Flutter 会渲染一些帧，然后我们这里再点 refresh。然后大家可以看这是 GPU Thread 所干的事情。我们放大一下，看看它干了什么。这里每一个紫色的方块，就是我们所渲染一帧所干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一帧大概花了6毫秒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放大，在这个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sk 或者 gr 开头的函数，这些函数就是 Skia 函数的调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选择这里所有的函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我们函数调用的一个统计，比如说这里有 drawPath、draw TextBlob。那在它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函数大概被调用了多少次。那在这儿还有个 word duration， 就是我们这个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好，那么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工具。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slides， 我再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工具。等介绍完第二个工具以后，我再给大家一起来看怎么解决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性能上的问题。哦，我应该用这儿。那么在介绍第二个工具之前，我想再提醒一下大家，刚刚我给大家专门看了我在用我的实际的手机做这个性能上的测试。那么请大家尽量使用实际设备来调试性能，尤其不要用 iOS 的模拟器来调试图形性能。这是因为 Skia 有2套很不同的后端 ，Flutter 在 iOS 的模拟器里面使用纯 CPU 的后端。而在实际设备中，我们一般使用 GPU 硬件加速的后端，这2套后端的代码以及性能的特性都很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找问题请一定要在同样的环境下找问题，不要找不存在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工具是 Flutter Screenshot。前面给大家提到的这个 Observatory Timeline 的工具，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调用了哪些 Skia 函数，调用了多少次，或者他们花了多少时间。但是大家很难直观的看到我们每一个 Skia 的函数到底在我们的屏幕上干了什么。实际上，我们 Flutter 在渲染的时候，每一帧我们都要将这一帧录制成一个 SK Picture， 简称 SKP， 来送给 Skia 进行渲染。而通过将这个中间的 SKP 给捕捉下来，并保存到我们的硬盘上，我们就可以利用 Skia 的一些调试工具，比如 debugger.skia.org， 来单步分析每一条绘图指令。那这里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演示，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了解。由于现场网络环境的原因，我这里本地开了一个 Skia Debugger 的服务器。那如果大家网络环境好的话，应该可以直接去 debugger.skia.org。这里我觉得网速比较慢，所以我自己开了一个。然后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Flutter Screenshot。那么 Flutter Screenshot， 首先我们需要给出这里是 type 等于 Skia。否则，我们默认会截取一张 PNG 的截图，而不是 SKP 的截图。然后我们要给出 Observatory Port， 就是控制台的端口，观测台的端口。我们看到这里是54545。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当前的屏幕被截取到了 Flutter 07.skp 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OK， 这就是我们手机上看到的图，但这是我们在网页里面渲染出来的。我们可以点击播放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快速的执行每一条绘图指令，并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每一条绘图指令在我们手机屏幕上干了什么。然后我们也可以不自动播放，我们可以手动的来选择我们这个绘图指令执行到哪儿，甚至我们可以用 checkbox 手动的关闭或者打开一部分的绘图指令，看看这些绘图指令都干了什么。那么到这里，比较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我们应该已经找到了一个性能上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开始这一帧绘图了非常多没有用的文字，这些白色的文字在之后被完全的覆盖了。我来找找看在哪儿被覆盖。对，应该是在这儿。在这儿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很多文字，然后我们一个 drawPath 就把这些全都挡住了。那么在实际的这个
App 当中，如果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改动我们的 widget， 我们的组件，让后面这些被隐藏的东西不再被这些冗余重复的渲染，那我们就可以增加每一帧的性能。那这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一个代码的修改了，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 diff。其实修改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增加一个 visibility 的组件，告诉它只要这个后面的背景被前面挡住了，我们就不要再显示后面这些文字。那么我们做了这个改进以后，我们可以再通过我们这个 Skia 的 debugger 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的 SKP。那这里为了节省时间，我也不再来这个重新编译一遍，然后截取一遍，我直接把我提前截取好的 SKP 给大家看。OK， 大家可以通过这里很直观的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把后面这些冗余的渲染部分给删除掉了。那么到了这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达到了预想的这个去除冗余渲染的目的。那么我们同样的还可以再通过前面的 timeline 的工具来验证我们每一帧到底这个毫秒上有多少大的提升。那这里我也给大家提前录制了这个 SKP， 这是改进前，我们可以选中这些紫色的矩形，我们可以看到改进前我每一帧在我的 Pixel 2上大概要花8到10毫秒左右的时间，而在改进之后，我们再选中这些紫色的方块，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帧只需要5到6毫秒的时间就可以把一帧渲染出来了。那么我们再深入的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选中这所有的 Skia 函数调用，我们看到这里 Draw Text Blob， 它花了1.8毫秒的时间，它被调用了113次。而在改进之后，我们再来看每一帧调用了哪些 Skia 的函数。我们看到这里新的 Draw Text Blob 只花了1毫秒的时间，它只被调用了62次。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工具非常有效的来检测、调试，并且验证我们这个性能上的问题和改进。好，那接下来我再回到slides。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2个工具，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第3点，容易成为性能瓶颈的 Skia 函数调用。那么首先第一个是 SaveLayer 函数，这个函数非常的耗时，因为我们每调用一次 SaveLayer， 我们需要在 GPU 里面分配一块新的绘图缓冲区，并且告诉我们的 GPU 切换我们的绘图目标。这些操作非常的费时，尤其在比较老的这个 GPU 或者手持设备上。所以如果大家在 Timeline 或者 SKP 里面发现很多这样的 Skia 函数调用，请大家特别的小心。那第二个需要特别小心的 Skia 函数调用是 ClipPath， 它比 SaveLayer 的消耗要小很多，但是它仍然是一个这个消耗很大的操作。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大家调用了 ClipPath， 接下来每一个绘图的指令都会被 ClipPath 影响。尤其当这个 path 比较复杂的时候，接下来每一个绘图的指令我都要和这个很复杂的 path 做这个相交的操作，然后把不在这个 ClipPath 里之外的部分给剔除掉。所以，如果这个 ClipPath 不是十分的必要，那请大家尽量不要把它放在自己的 app 里面。那再以刚刚给大家展示的 Flutter 样例 app 和刚刚的那个 issue 为例，过去几个月 Flutter Team 通过尽量减少这2个函数在这个 Flutter 样例 app 中的调用，我们将这个性能在某些比较老旧的设备上提升了2倍。那这里我再给大家现场看一下，通过这个 timeline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性能提升大概是怎么样的。这里我也提前录制好了 timeline， 然后由于这边是我用的是 Pixel 2来录制的，所以
可能这个性能上的提升不是很明显，但也非常的巨大。那么在提升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帧需要花13毫秒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我好像开错了。对，这才是慢的版本。对，这个每一帧应该花这个好像还是13毫秒左右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看到最慢的有的时候可以有这个16.9毫秒，这里已经超过16毫秒的限制，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优帧了。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到每一帧，看看我们到底调用了多少次 save layer。可以看到这里 save layer 被调用了35次，那35次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所以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很严重的性能上的问题。那这是改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帧只需要8到10毫秒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一帧里面调用了多少次 save layer。我们看到我们只调用了1次 save layer， 所以请大家尽量少调用 save layer。那么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可能又有细心的观众发现了，就是虽然我们之前给大家看到每一帧调用了37次 save layer， 但是这儿它显示 save layer 所花的时间只有0.38秒。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这个 Skia 的 GPU 的这个后端，它在接收到这些 save layer 或者 draw path 或者 draw text 的指令的时候，我们会其实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预处理，就立刻返回。所以我们的这个渲染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是同步，而是异步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需要将这些各种绘图的指令重新打包，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要调换顺序，然后一起送到 GPU 里面进行渲染。而大家这里所看到的时间，完全只是预处理的时间。那真正最后所需要消耗巨大的地方，不是这里前面大家看到的 save layer， 而是我们往上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skcanvas.flash， 这才是真正消耗时间的地方。那么这里就是当我们把所有这个预处理做完以后，我们告诉 Skia。OK， 现在我们所有都准备好了，请你 Flash 把所有我们这个绘图的指令重新打包，重新，如果你可以调整顺序来优化我们的性能的话，就是重新调整。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尤其对我们调试性能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 Flash 的时候，已经很难再看到我们这个 Flash 里面到底和之前每个绘图指令有哪些就是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我们顺序被打乱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调试实际的 GPU 性能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只能靠经验，比如说我们看有多少次函数的调用，save layer 是不是很多？那如果很多的话，即使可能在我们前面这个 timeline 里面看到 save layer 本身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有可能它在之后对这个 flash 时间的影响会非常的大。OK， 那么我再回到我的 slides。那么从刚刚的 timeline 上可以看到，在 Pixel 2这样比较新的设备上，减少 clip path 和 save layer，对于这个帧率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是59帧和60帧的影响，所以这个动画基本上还是流畅的。但是由于我们每一帧渲染的时间变短了，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app 更加的省电但是在一些非常老的设备上，那个性能的提升对于这个帧率的影响就非常大。如这张动图所示，在这个非常老旧的设备上，右边是之前给大家看的非常卡的动画，左边是我们剪掉 save layer 和 clip path 以后非常流畅的动画。好，那么大家可能还会有疑问。save layer 和 clip path 都会在哪些 Flutter 的组件中出现呢？那其实几乎在所有的 material 组件，不管是 card、chip 或者 button 中，都有可能出现 save layer 和 clip path。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尽量减少这2个函数的调用，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 Flutter 样例 App 的性能的原因。当然，由于这些组件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的这个 Flutter App 中，所以我们也觉得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对于一般的 Flutter App 也会有相应非常明显的性能上的提升。那么曾经在改进之前 ，SaveLayer Clip Path 会默认的出现在每一个这样的 Material 的组件当中。但是现在改进之后，我们会默认不将它出现在任何这样的组件当中。我们的这个 default 的这个值从 anti-alias with SaveLayer 改成了 clip.none。只有在极少数特殊的组件，比如说 opacity 或者 shader mask 的时候，我们才会调用 SaveLayer。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调用 opacity 和 shader mask 的时候，请大家还是要小心，有可能会成为性能的瓶颈。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组件其实不需要 clip， 渲染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删除 SaveLayer 和 Clip Path 只会增加性能，不会让大家的这个 app 在感官上就是这个图形的渲染结果上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在极少数情况，大家发现这个实际上我这个 widget 组件它的子内容超出了我 widget 的这个边界，那么大家可以使用 clip.anti-alias 或者 clip.hardEdge 来手动的开启这里的 clip。最后，只有极少数的情况，大家可能才会需要开启 SaveLayer。那么这里这个极少数的情况，今天由于时间原因，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请大家看这里我们关于 Clip 的文档。好，那么在介绍了刚刚很多工具以后，我相信肯定还是有很多疑难杂症，大家是没有办法很轻易的通过这些工具来自己调试并且解决的。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利用这些工具，首先捕捉我们的 timeline， 然后再利用我们的 screenshot 捕捉我们的 SKP， 然后截取大家 app 上可以重现问题的样例代码，或者给我们拍一段高速的视频录像，然后把这些问题发送到 GitHub issue 上来。那么我们 Flutter 的工程师非常的乐意帮助在座的大家调试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您的问题汇报还会帮助更多其他的 Flutter 开发者，对此我们深表感激。好，那么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讲了大概4点。第一 ，Flutter 直接调用 Skia， 拥有媲美原生的高性能图形渲染。接下来3个是如何解决这个如果没有高性能的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第一，或者总的来说，第二，我们可以用 Flutter Run Profile Trace Skia 来分析 Flutter 应用对于 Skia 的调用。那这里请注意，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模拟器。然后另外一个工具是 Flutter Screenshot， 我们可以截取 SKP， 然后再利用 debug.skia.org 来单步分析每一条绘图指令，看这个绘图指令在屏幕上到底干了什么。最后，如果大家在 timeline 或者 SKP 里面发现了很多的 SaveLayer 或者 Clip Path， 那么请看一下它们是不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是必要的，尽量减少它们，会对大家的 app 的性能有十分大的提升。最后，如果有疑难杂症不能被这些所覆盖，那么请大家发送到 GitHub 上。谢谢。